大家好，我是 Alan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手机端我们如何使用 Cloud Code 进行编程。首先打开 Cloud Code，然后的话，其实在这个菜单里有一个叫 Code，你点击其实就是刚才显示这个列表，然后我们点击 New Session 就可以看见这样一个绘画界面。然后呢，下面呢，其实我也已经提前关联了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，其实会有一个关联 GitHub 的这样一个认证过程。关了之后的话，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选了我自己的这个博客仓库，然后呢，我现在随便提一个改进点，比如说我的那个首页，博客首页，其实我现在应该是一页有15条，我现在就想改成25条呢，我就可以在这里跟他沟通。当然，平时我们去文本输入其实有点慢的话，其实可以看见，iPhone 自带的这个已经有这个语音识别功能了。比如说我现在直接点击博客首页的显示的文章数量可以调整成25。然后如果这里面的识别有错误的话，你也可以改。比如说我这个比较简单，我看就是正确的，然后我们发送，可以看见就是进行一个调整。当然注意到刚才其实在绘画的时候是可以设置这个模型的。我现在因为已经刚才没动，所以它其实就设置成了这个 Sonnet 默认 Sonnet 比 Opus 还是省 token 的嘛。当然像这种基本需求 Sonnet 肯定没啥问题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等待就好了。平常其实我在使用中的话，我一般会直接切换到另一些 app 去玩，然后过一会儿再回来看结果就好了。OK，大家可以看见，其实这个需求比较简单，它其实一把就找对了。当然，假如说真的没有找对的话，一般怎么改良呢？你要明白一点，就是 AI 其实它取决于上下文的。当然，除了 AI 本身的智慧，也就是说质量的话。然后即使 Cloud 这种都比较不错，但是你在那个 Cloud MD 这种系统提示词上下文里面，你要把一些整个站点的组织结构啊这种都给补充上去，这样其实它在每一次绘画的时候都会携带这些上下文，其实它的整个的效率或准确度会更高。可以看到这个撇儿其实都已经准备创建了，我们点击这个按钮，其实这一瞬间它其实就会去创建一个撇儿。哎，可以看见它其实卡顿了。OK，其实可以看见这个 PR 就产生了，而且这个 commit message 写的也都非常不错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只需要去点击。然后其实严谨来说，我们一般如果改的比较多的话，还要进行一个 CR 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眼。OK，这个改动其实是可控的。那这时候我就可以默记，点默记。注意这个地儿其实有一点缺陷，我个人认为不好，就是其实它这个删除原分支没有一个能够设置的地儿，所以每一次我都要手动再去点一下删除。你也可以不删，但是坏处就是其实你这个 repo 里面上游将来会积攒特别多的 branch，所以比如说我这个地儿就可以点一个删除。OK，这个地儿这个时候其实我只需要等待 CI/CD 进行部署就好了。比如说这个博客 Rosell 其实它就在 building，等它完成之后呢，结果就会好了。这里我就不再等待了。OK，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在手机端怎么去玩 Cloud Code。大家还可以注意到，就是其实这个绘画是有一个云端保存的，所以你可以理解为，如果你在 PC 或者说是网页版，你其实可以接着那个绘画去做，比如说这个地儿再点，然后继续去聊。当然，我个人认为一次撇儿就是一个绘画就好了，因为如果你在同一个绘画下去点的话，其实按理你这个拉分支，那它会拉谁呢？它其实拉的应该是现在目前这个分支，但实际上你每次new绘画才真真正正的走主干的分支去做，这样才更符合一个标准的 Bitflow。OK，行，